那如果你想要确认你有没有凹陷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头这样子压在鼻翼旁边，你可以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凹坑？这种状况我们就要去填充它。比如说像这个图片，这个很单纯我们可以用玻尿酸去填，或是用精量子去填，或是用伊莲丝填都可以。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法令纹。法令纹大家都很讨厌不管男生女生都觉得有法令纹显老显凶。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每个人法令纹的形态不一样。有的人法令纹呢，感觉就是他这里有一个凹陷那有的人法令纹，他远远的看好像有2条细细的，上次有客人形容很像鲶鱼。鲶鱼，真的就是2条这个样子。有的法令纹它是笑的时候很明显，但有的却是垂的时候特别严重。所以事实上，法令纹是有不同的形式。其实我们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不管你做什么处理跟治疗之前，你一定要先诊断。医疗的本质就是先诊断，再治疗跟处理。不然我其实好常遇到有些客人来跟我抱怨，前一家诊所叫他花钱打音波，花钱打电波，他花了几万块、10几万，打完以后法令纹还在。我一看我就想跟他讲说，你这个根本就不适合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解释，法令纹分3型。第一型就是凹陷型，第2型呢是肌肉型，第3型呢是下垂型。你知道法令纹研究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法令纹研究是这10年才比较透彻。对，法令纹跟随了人类几十万年了，对吧？人类有多久，它就有多久。可是大家一直都搞不清楚，法令纹这里是不是有韧带啊？是不是胶原蛋白流失啊？一直到这10年做了很多研究，所以今天你们看这一集节目非常值得。这一集节目我浓缩了至少50篇以上的医学论文。我组了几个读书会，我还帮医学会组读书会，我会挑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国际论文给这些医师看。那今天的这集节目是含金量很够的其实在几年前我在把法令纹分类的时候，台湾很少医师这样分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些医师他也在讲法令纹分3个，其实都是从我这边出去的，因为我把它这样分类，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今天就来解释一下凹陷、肌肉跟下垂的法令纹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说我们法令纹有3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凹陷，一个是因为肌肉，一个是因为下垂。每一种的原因它治疗都有2种。比如说我们来看凹陷，凹陷的治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填充，打东西进去，比较持久就是电假体。肌肉型也是一样，比较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打动态玻尿酸，比较持久的方式怎么处理？用筋膜。那下垂怎么处理？比较简单的方式拉线，比较持久强调拉皮。我们待会一个一个来介绍。我们现在看这个图这是澳洲一个学者 Daleson， 他找了很多的头骨来做研究。他发现一件事，我们随着年龄老化，我们的头骨也会形变。这样讲好学术听不懂，我讲一个更简单的意思，你年纪大会不会骨质疏松？会嘛？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体脊椎会骨质疏松，会驼背？会。腿会骨质疏松，会变短。你的头骨会不会骨质疏松？好像也会。对，头骨也会骨质疏松。这个图就是在告诉我们头骨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第一个表现就是它眼眶会变大，再来就是它这里的骨头会凹下去，然后这里骨头会陷进去，下巴会变短，鼻孔会变大，所以很多人年纪大了也会觉得鼻子变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法令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头骨，这个是年纪大的时候头骨。你会发现有一件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骨头有没有发现凹进去了？所以我要讲的第1型法令纹的成因就是凹陷。这个凹陷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说是胶原蛋白流失，好爱讲这句话，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凹陷型法令纹的原因不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是因为骨头凹陷。是哪边呢？我们指的就是鼻翼旁边，这里有一个3角形的一个凹陷，在我们的鼻翼旁边这里有一个3角形的凹陷。所以很多人他法令纹的形成是因为这个骨头凹进去，有一些人他是天生的，他这个骨头天生这个地方比较凹，或者是上颚骨比较凸，就是嘴凸这里就会显得比较凹。那也有一些人他是随着年龄，像我刚刚说的，他骨质疏松的这里这个点越来越凹，
导致你这个地方的法令纹这个三角形的凹陷并明显。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凹陷，它是因为骨头陷进去造成的。它最常看到的就是在鼻翼旁边这个三角区，它是陷进去的。那如果你想要确认你有没有凹陷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头这样子压在鼻翼旁边，你可以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凹坑？这种状况我们就要去填充它。比如说像这个图片，它这个很单纯我们可以用玻尿酸去填，或是用精亮瓷去填，或是用伊莲丝填都可以。也有些人就说，我要填的话，有没有比较持久的方式？以现在美国 FDA 核准，我们都知道美国 FDA 是全世界最严格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嘛，它核准的填充里面最持久应该是聚左旋乳酸。那聚左旋还有一个好处啦，不怕热。之前新闻我们知道泡个温泉出来鼻子不见了啦，因为不能说怕热，但童颜针它不怕热，这是它的好处，而且它持久。根据实验的结果，它维持时间大概是25个月上下如果你本身作息正常，甚至可以更久。所以凹陷型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打针填充。那有些人这样讲我每年这样一直打针，有没有一个彻底的方式，或是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有，就是垫片，垫一块垫片，垫一块假体。之前有节目特别讲法令纹垫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专门看这一期节目什么叫垫片？就是这样一块东西放在凹陷的地方。垫片它一般有3种材质，第一种材质叫矽胶，第二种材质叫做卡麦拉，第二种材质是 Gore-Tex。那我一定是用纯的 Gore-Tex 在显微镜底下很多小孔。这个小孔可以让组织长进去，所以它就不会移位。不然一般的材质像矽胶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用骨钉去把它锁起来，它可能会移位。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在放这个垫片的做法都是从嘴巴往上做。从嘴巴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医生好做，因为医生很容易看得清楚，可是对患者而言不方便。你的伤口在嘴巴里面，你吃东西怕感染，怕发炎。最重要的是，你由嘴巴往上放，伤口从这里到这里有一个距离。如果你没有一开始锁骨钉，它很容易往下掉。所以我喜欢的方式是从鼻孔里面放。它最大的好处是，我放进去刚好卡住刚刚好，你就不用担心它移位。在我诊所，我们在放垫片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一整块大块，然后去雕成适合你的形状，这样也可以避免你长久以后鼻孔因为垫片变朝天鼻。那有些人就会说持久的方式除了垫片没有别的方法比如有人说用液体真皮粉或是液体真皮去垫。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方法你放别人捐献的真皮，姑且不论你会不会排斥或是怕不怕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放进去以后，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吸收率的问题，所以你可能要打好几次才有办法达到你要的。那费用的时候，一个法令纹要花10几万，我觉得费用有点太高了有点浪费钱。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东西如果它出问题，比如说它发炎或排斥，你拿得出来吗？不像垫片，你不喜欢，那你拿出来只是10分钟的事，很轻松。所以我觉得比起来安全性，我觉得垫片是安全很多。像这个本来这个地方凹陷，它垫完垫片以后，哇，它可以改善凹陷型的法令纹。凹陷的部分被改善的时候，对于有些人而言，他连嘴凸的感觉都是可以改善的。对有嘴凸的问题的人，他是一举两得。很多人他的法令纹其实不是凹陷型的，它是可能接下来这2种或是混合型的，所以不是什么法令纹你用填充都有效我们来看第2型的法令纹，肌肉型的法令纹。造成我们法令纹的肌肉有这5条肌肉：提上唇鼻翼肌、提上唇肌、小颧骨肌、大颧骨肌，还有提上唇嘴角肌，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法令纹。这些肌肉它的来源方向不一样，它造成这一条法令纹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哇，好复杂你们不用知道这些，我知道就可以了，因为很多医生也不知道。这个对我而言是已经刻在我灵魂里面的东西，因为我又是专门在研究脸部解剖的人嘛，所以我很熟，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是哪里出问题这就像你去健身房，一个好的教练他看你走路就知道你哪条肌肉无力，对我们也是一样。你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肌肉型的法令纹？非常的简单，所有肌肉造成的纹路，它在皮肤上表现出来都是一条细纹。来，比如说你头往上抬一下。要脱掉口罩吗？都可以，反正我是要看抬头纹对，不是头看上面，你怎么这么有趣？你看他头看上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些纹路。来笑一下，像这种肌肉造成的纹路就是这样一条细纹。来，你用力笑，
你看他笑的时候有没有一条黑色细细的纹路，就是我们说有点像鲶鱼须的那种。我鲶鱼须没有关系。肌肉型的纹路呢，它就是一条细细的纹路，跟刚刚凹陷型是一个三角形的凹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它是肌肉拉扯出来的。你看这里的肌肉是不是非常复杂？它拉扯在我们的法令纹上面，不同的肌肉就会拉出不同位置的细纹。所以赶快拿起镜子一看，你是不是笑的时候有一条细纹？笑的时候有一条细纹还好，还不会显得太老。可是有很多人啊，他就算不笑的时候，就有2条细纹在那，甚至最严重的就很像刀刻的纹路一样，像疤痕一样，那就是他已经从动态纹变成静态纹了。就像这个纸啊，一直折，一直折，折到后面它就成为一个固定的一个纹路，因为你的真皮已经受损。这种肌肉型的法令纹怎么处理？很多人说肌肉型是打电音波，打音波啊，当然是一定没有效。为什么？因为电波、音波那些针对的是松垂啦哈，所以它是没有效。那很多人说拉线。张医师听说你现在台湾拉的是最多的，那拉线没有用。对不起，拉线它针对的是松弛跟下垂，它对肌肉型的法令纹一样没有效。我们要对症下药，所以我一直强调诊断很重要。肌肉型的法令纹这种细纹，我们要处理就不是靠拉提。那到底怎么办呢？说啊，它是肌肉，那我就打肉毒嘛。肉毒可以放松肌肉，不是吗？打肉毒有没有效？有效，可是我不建议。因为你肉毒打在这个肌肉上面，你肌肉被放松了以后，你就笑不出来了。哦，你有那种人家看你嘴巴不会动，不会很奇怪吗？这种肌肉型的法令纹以前大家很头大，不过这2年有办法了。我们一样有2个方法处理肌肉型法令纹，简单的方法有一种特殊的玻尿酸叫动态玻尿酸哦。这个玻尿酸经过特殊的键解以后，比较容易随着肌肉伸缩，它可以铺在肌肉的细纹上面，让它比较浅，效果很好。你用一般的玻尿酸去填这种肌肉型的法令纹，它很容易笑一笑什么就位移跑到上面去，哇，那变得更严重。或者是怎么样，动啊，哇，它就不见了，几万块钱就不见了，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这种动态玻尿酸，它铺在这样的一个细纹上面，就有点像是我们把这个墙壁上的一个纹路抹上这种特殊的玻尿酸，细纹就淡化了。可是它有缺点，它最大的缺点是它不够持久，它维持的时间大概就是8、9个月。花钱事小，主要是一直跑麻烦，对不对？有没有比较持久的方法？我告诉大家有，而且这个方法现在很少人会做。为什么很少人会做？我做超多的。这个技术其实是这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面。我可能有很多人开业以后，他就不太去看新的研究论文，或者去看一些新的教科书，就是用旧的那一套方法。反正旧的那一套方法可以吃得很饱嘛。如果发现吃不饱的时候，就改个名字，伪装它是新的方法就好了。外面很多诊所是这样搞，会不会讲了太多秘密？会不会被杀？我是不会自杀的，我赶快发出不自杀声明。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我们从耳朵的后面这个地方用一个小伤口，大概0.5公分的伤口，你就算绑马尾去给他洗头发，你都看不到。我们从这里取一块筋膜，注意我们不是拿耳软骨。每次这样讲，客人说拿软骨啊，要垫鼻子啊，不是啊。我们拿的是筋膜。有些人说，那我以后要在哪？这不是没有筋膜啊？放心，到处都有筋膜，多到你用不完的。筋膜它本身是一个有韧性跟伸缩性的组织。我们把这个筋膜拿下来，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之后，重点来了，我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器具。这个器具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在用筋膜处理纹路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器械这个器械就是你专利的鼻翼边边再用一个针孔。嘴角旁边再用一个针孔，放心都是针孔。我们把这个筋膜就沿着这个细纹，把它铺在这个细纹的下面，它可以很明显的浅化这样的一个细纹，效果非常明显。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持久，可以维持4、5年。对一些不小心是打针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它恢复期，因为它都是针孔，这个地方的伤口你也不用担心疤痕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筋膜来修复刀刻般的细纹，我觉得效果非常好。而且因为用的是你自己脸上的筋膜，它可以100%相容，绝对不会有排斥，你也不用担心说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都很自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处理肌肉型的法令纹，简单你可以搭到动态玻尿酸，几分钟搞定。你要持久，你可以用这种独特的筋膜垫法令的方式。我们节目上讲的这些方法都不是幻想出来的，我们都是可以提出真正医学上 evidence base 的。因为这个行业很乱，有很多的话术，我很讨厌话术。我们都希望告诉客人正确的观念，然后选择真正适合你的方式。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最后一个法令纹是下垂。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老花哪里会垂？眼睛会垂，上眼皮、下眼皮会垂，苹果肌会垂，嘴边会垂。苹果肌垂压下来，就会把你的法令纹压下来，就像这样。当你的苹果肌下垂的时候，因为文轩很年轻还没有，但是下垂的时候，你看就会压出你的法令纹。这种下垂型法令纹就是要上提。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就在讲为什么苹果肌的下垂用电波音波它的效果不好。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看我们的连结啊。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这种下垂型的法令纹呢？简单一点的方式，拉线。在那一期节目我有讲到，拉线用一般直进直出拉法，2-3个月就没效了。所以如果你要改善下垂型的法令纹，一定要环形8字的这种方式，因为环形的方式才可以穿过一层一层像墙壁一样的韧带，把你下垂型的苹果肌做一个上提。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下垂，我把它提上去，你法令纹就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特别是环形的8字这种拉线的方法，它对于很多人很讨厌鼻翼上面这一小坨下垂的部分，它一样有办法拉得到，它一样有办法改善。对于下垂型的苹果肌、下垂型的法令纹，它效果非常好。但有些人会说啊，8字听说非常有效，甚至很多客人他会说啊，我去哪间诊所，他说他有来上过你的课，的确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是有没有办法撑超过5年呢？没办法，因为这个线它会吸收，拉的方法再好，线吸收了，它一样没有办法超过5年。那我想要持久一点，有没有办法？有，就是做手术拉皮。所以下垂型的法令纹强效的方法就是什么？拉皮。大家有兴趣，我有很多的影片在讲拉皮哈。拉皮我这边要特别提醒，第一件事情，很多传统的拉法，他们大概拉都只拉到这里。所以假设你今天要做拉皮手术，请你注意，一定要问清楚医师有没有帮你做到前面。你甚至可以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在手术当中录影，确认有做到前面？因为我好常遇到客人，他都会说，我去什么地方拉完以后，前2个月有效，几个月以后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你躺上手术台之前要要求。你如果没有要求，你刚做完也不会发现啊。等到你半年、1年以后掉下来怎么办？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跟到，那你不是就吃亏了吗？所以手术前一定要要求说，我想要在手术当中确认你有做到前面来。再来第2件事情就是手术拉皮，它重点就是要持久。如果你效果要超过10年，你就必须要用手术的方式去处理。如果你说啊，我就是切一块小小的伤口，剪一块小小的皮，剩下的都是靠线拉，当下是有效的。对不起，1年以后、2年以后还是没有用，那就失去你切这一刀的意义。你拉线就可以维持1-2年了，你何必切这一刀呢？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弄清楚你的拉皮方式。再来，像我们的3层式拉皮，除了强调每一层都会做，还会做到前面之外，因为我可以做到前面，所以我可以把多余的筋膜直接拿来垫我们的法令纹木偶。所以3层式拉皮在处理法令纹，它不是单单只有改善垂的部分，它还可以同时改善这边凹，可以同时改善这边肌肉的纹路。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人，他这里苹果肌有下垂，他有肌肉型，他有凹陷。我们用3层式拉皮的方式把它重新拉上去，再把多余的筋膜拿来垫这个凹陷跟这个纹路，它就可以改善的非常的明显。我们再看，像这个更严重，它的法令纹除了很明显下垂之外，这个纹路已经像刀刻的一样，可不可以改善？可以。这个都是传统拉皮做不到的。传统拉皮它会告诉你，这个纹路不可能把它抹得多漂亮啦，你有改善就好了。没有，现在的方式可以直接处理到这边的苹果肌。我们因为处理到这里了，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把筋膜用来处理这边的细纹，用来改善这里的凹陷。所以用3层式拉皮的方式，它可以同时改善凹陷，可以同时改善肌肉的问题，也可以同时改善下垂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终极的一个方法。OK， 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很重要一件事，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法令纹，你很讨厌的法令纹，你一定要先诊断它到底是因为凹陷型的，还是肌肉型的，还是下垂型的，还是它是 mix 的，然后再决定。你要用简单的方式处理，还是你要用强效的方式处理？
非常的重要，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记得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你如果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跟我们的小编说，我们会把这一本书的电子档寄给你哦。它只有讲微整形，可是里面讲了很多脸部构造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很有帮助。可以把你的问题传给我们，客管师他们会直接拿给我，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些解答。拜拜，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